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妈呀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是让人直呼我酸了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缘分这东西真是来了挡也挡不住。咱们的女主角小芳，一个来自重庆大山里的姑娘，五官精致，但身材娇小。人生经历可以说是苦尽甘来，最后竟然与一位台湾高富帅闪婚，简直是逆风翻盘啊！先来说说小芳的背景，她来自重庆一个偏远的山区，28岁，身高只有1.53米，虽然个子不高，但五官精致，有着江南女子的那种灵秀。小芳的童年可以说是人间疾苦尝尽了。她才10岁，父亲就在一次山区塌方事故中不幸去世。更让人心酸的是，母亲没过多久就改嫁到外地，把小芳和弟弟丢给了姑姑抚养。姑姑家里条件也不好，但还是尽心尽力地抚养着兄妹俩。小芳从小就懂事，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了，选择外出打工赚钱。就是为了能让弟弟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她先后在服装厂当过女工，在餐厅做过服务员，还在美甲店当过学徒，真可谓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啊！小芳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去年春节，她当时在重庆市区一家美甲店工作，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客户，收入也还过得去。那天，店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，林先生的妹妹。这位妹妹是从台湾来大陆探亲的，两人在做美甲的过程中聊得特别来劲。哇，小芳，你的手艺真好，在台湾这样的美甲至少要1000多台币呢。林妹妹惊叹道，哪有那么厉害啦，我只是比较认真而已。小芳谦虚地回答。林妹妹观察了小芳一阵子，突然问道，小芳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小芳摇摇头，都28了，还没有呢。工作太忙，也没时间去认识新朋友。这样啊，林妹妹若有所思，我哥哥也单身，今年35岁，在台北有自己的牙医诊所，人品特别好，就是有点害羞，不太会追女生。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？小芳当时只是笑笑，没当回事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台湾男生可能会看不起大陆女孩，特别是她这种农村出身，学历不高的打工妹。但林妹妹非常热情，坚持加了小芳的微信，还拉了一个3人群，把她哥哥林之命也拉了进来。就这样，小芳和林之命开始了网上聊天。让小芳没想到的是，林之明居然完全没有她想象中的瞧不起人，反而特别尊重她，对她的经历充满了敬佩。我觉得你很了不起，林之命在视频中真诚地说，这么小就要承担家庭责任，还能把弟弟培养得这么好，真的很厉害。小芳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真心欣赏的滋味，心里像是被蜜糖浸过一样甜。两人越聊越来劲，从生活习惯到人生理想，从家庭背景到未来规划，无所不谈。小芳，你知道吗？台北的夜市特别热闹，有机会你一定要来看看。林之命经常这样描述台湾的生活。真的吗？我只在电视上看过，感觉台湾好美啊。小芳充满向往。网上聊了1个月后，林之命决定亲自飞到重庆见小芳。记得那天，小芳紧张的不行，化了好久的妆，还特意买了一套新衣服。当她在机场看到林之明的那一刻，真的是心动的感觉。林之命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帅，身高1.8米，皮肤白净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一看就是知识分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眼神特别温柔，看人的时候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小芳，你比照片上还漂亮。林之命第一句话就让小芳脸红心跳。这次重庆之行，林之命在重庆待了1周，每天都带小芳去吃好吃的，逛好玩的。小芳发现林之命真的很体贴，总是先问他喜欢什么，而不是自己做决定。这一点和他以前接触过的男生完全不同。台湾男生都这么尊重女生吗？小芳好奇地问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女性，林之命解释道，而且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平等最重要。这句话让小芳心里暖暖的。在她的成长环境中，很多女性地位都不高，男人说1不2是常态。林之命的态度让她看到了不一样的可能性。林之命回台湾后，2人的联系更加密切了。
每天视频聊天成了必修课，林之命还经常给小芳寄一些台湾的特产和小礼物。1个月后，林之命再次飞到重庆，这次他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小芳，我想请你去台湾玩一趟。林之命认真地说，我想让你看看我的生活，也想让我的家人认识你。小芳既兴奋又忐忑，她从来没出过国，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剧里，而且她担心林之命的家人会看不起她这个大陆的打工妹。你家人会接受我吗？小芳小心翼翼地问。林之命笑了，我妈妈已经迫不及待想见你了。她说我终于开窍了，找了个这么懂事的女孩。就这样，小芳请了假，办了台湾通行证，跟着林之命去了台北。一下飞机，小芳就被台北的繁华震撼了。虽然台北的建筑不像上海、北京那样高耸入云，但整个城市干净整洁，街道井然有序，完全没有她想象中台湾比较穷的样子。台北怎么这么漂亮啊？小芳惊叹道，我以前还以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呢。林之命笑着解释，很多大陆朋友来台湾都有这种感觉。虽然我们的 GDP 总量确实比不上大陆，但台湾的人均 GDP 和生活品质其实很高的。林之命开车带小芳直接回了家。林家住在台北市内一个高级住宅区，家里装修简约大方，处处体现着主人的品味。林妈妈热情地迎接了小芳，一点也没有小芳担心的那种看不起人的态度。小芳啊，志明常常跟我提起你，说你多么坚强勇敢，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，真是比照片上还漂亮。林妈妈拉着小芳的手，亲切地说。小芳在台北的日子过得特别充实，林之命带她去了很多地方，九份的山城风光，垦丁的海滩，士林夜市的美食，每一处都让小芳惊叹不已。她发现台湾的确是个宝岛，不仅风景优美，人文气息也很浓厚。最让小芳感动的是林之明对她的体贴，比如知道她喜欢吃甜食，就带她去专门的店；知道她脚程慢，走路时总是放慢速度等她；知道她对台湾的历史文化感兴趣，就带她去了故宫博物院，耐心地给她讲解每一件文物的故事。台湾的男生都像你这么温柔体贴吗？小芳忍不住问。也不是啦，林之明笑着说，但台湾的确很重视性别平等教育，从小学开始就灌输尊重女性的观念，而且台湾社会整体比较温和，男生普遍不会太强势。小芳点点头，她能感受到这种文化差异。在她以前的交往中，大陆的男生往往比较大男子主义，做决定时很少考虑女生的感受，而林之命总是先问她的意见，即使是小事也尊重她的选择。在台北的2周里，小芳和林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，林妈妈对她照顾有加，经常做各种台湾家常菜给她尝。林爸爸虽然话不多，但眼神中透露出赞赏，就连林之明的妹妹也成了她的好闺蜜，带她去逛街买衣服，教她怎么打扮得更时尚。小芳，有一天晚上，林之明的妹妹悄悄对她说，我哥真的很喜欢你，从来没见他对哪个女生这么用心过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小芳脸红了，我也很喜欢他，但我担心我们的背景差距太大了。有什么差距啊？林妹妹摆摆手，你知道吗？我哥以前交往过的那些台北女生，有几个是医生、律师，家境也不错，可是脾气大得很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我哥受够了，他说他最欣赏你的就是那份坚韧和善良，这可是金钱买不来的品质。这番话让小芳心里暖暖的，她确实也被林之命深深吸引了，不仅是因为他的条件好，更是因为他的人品和对他的尊重。2周的台湾之行转眼就结束了，临走前一晚，林之命带小芳去了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，夜幕下的台北，万家灯火，美得像童话。小芳，这2周你感觉怎么样？林之明轻声问道。很开心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小芳真诚地回答。那你愿意经常做这个梦吗？林之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单膝跪地。小芳，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芳惊呆了，完全没想到林之命会这么快求婚，她心跳加速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可是我们才认识2个多月啊，会不会太快了？小芳有些犹豫。在台湾，
闪婚其实挺常见的，林之命解释道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就结婚，可以先订婚，给彼此一个承诺。如果你觉得需要更多时间了解，我完全理解。小芳深吸一口气，她想起了这2个多月来的点点滴滴，林之命的体贴、尊重和真诚，还有他家人对她的接纳和喜爱。虽然时间不长，但她感觉自己已经足够了解这个男人了。我愿意，小芳轻声说道。林之命激动地抱起她转了个圈，周围的游客都为他们鼓掌祝福。回到重庆后，小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姑和弟弟。姑姑一开始很担心，这么快就订婚，会不会太仓促了？你对他家里情况了解多少？台湾和大陆差别这么大，将来生活会不会不适应？弟弟倒是挺支持的。姐，我觉得林大哥人不错，很尊重你，家里条件也好，最重要的是他真心喜欢你。其实闪婚未必不好，关键是找对人。小芳自己也有过犹豫，但每次和林之命视频聊天，看到他真诚的眼神和听到他细致的未来规划，他的担忧就会减少1分。林之命已经在安排移民手续，计划让小芳以配偶身份申请台湾居留证，不用担心工作问题。林之命说，我诊所旁边正好有个美甲店在招人，老板是我朋友，你可以先去那边工作，熟悉台湾的环境，等你适应了，喜欢的话可以考虑开自己的店。这种为他考虑周全的态度让小芳十分感动。他知道像林之明这样条件的台湾男生完全可以找到家境优越、学历高的台湾女孩，但他却选择了自己这个来自大陆农村、教育背景普通的打工妹，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真心。就这样，小芳和林之明的关系突飞猛进，从相识到订婚，只用了短短87天。身边的朋友都惊呆了，直呼这也太快了吧，是不是奉子成婚啊之类的话。但小芳心里清楚，这不是冲动，而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。林之命很快又来了重庆，这次是正式向小芳的姑姑提亲。他带来了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台湾的高山茶、凤梨酥，还有一些保健品。姑姑被他的诚意打动，终于点头同意了这门婚事。小芳阿姨，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小芳，给她幸福的生活。林之命郑重承诺道。我相信你。姑姑拉着林之明的手说，小芳从小就懂事，吃了不少苦，希望跟了你以后能过上好日子。订婚仪式很简单，就在小芳家里举行。林之命父母专门从台湾飞来参加，还带来了台湾传统的订婚礼品。按照台湾习俗，男方家庭准备了大小订，包括金饰、衣服、鞋子等，象征着对新娘的重视和疼爱。小芳穿着红色旗袍，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林之命看得目不转睛，眼神中满是爱意。订婚后，两人开始准备婚礼和小芳移居台湾的事宜。按照计划，婚礼将在半年后的台北举行，给双方家庭足够的准备时间。林之命已经开始在台北物色新房，打算买一套靠近诊所的公寓，方便两人生活。我还是有点担心去了台湾会不适应。小芳有时会和林之命分享自己的顾虑，毕竟两地文化差异挺大的，不用担心。林之命总是这样安慰她，台湾人很友善，特别是对大陆来的新娘都挺热情的。而且我们那个社区有不少两岸婚姻的家庭，你可以多交些朋友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在等待手续办理的这段时间，小芳开始自学台湾的风俗习惯和一些常用的台湾词汇，比如她学会了用便当代替盒饭，用垃圾桶代替废物箱，还学会了一些台湾特有的礼仪，比如进门要脱鞋，长辈递东西要双手接等等。林之命也很用心，经常给小芳讲解台湾的各种习俗和生活细节，比如台湾人很注重面子，公共场合要特别注意言行。台湾的消费水平比大陆高，但医疗保险很完善。台湾的交通有自己的规则，行人过马路要格外小心等等。小芳越了解台湾，就越期待未来的生活。她知道自己很幸运，能遇到林之命这样的好男人，也能有机会去台湾开始新的人生。不过，她心里还是有一丝丝忐忑。毕竟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，有时候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随着婚期临近，小芳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去台湾定居。姑姑帮她准备了不少家乡特产作为见面礼，
弟弟则送了他一部新手机，方便两人保持联系。临行前一晚，姑姑拉着他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芳啊，去了台湾要好好适应，不懂就问，不要自己闷在心里。记住，再好的婚姻也有磨合期，遇到问题多沟通，别硬扛。”小芳点点头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她知道，这次离开意味着她将开始全新的人生，而这一切都源于那次看似偶然的美甲店邂逅。从相识到订婚，只用了87天。这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置信，但小芳相信，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神奇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婚礼如期在台北举行，场面虽然不算特别盛大，但温馨而隆重。邻家亲戚几乎全都到场了，还有林之命的同学和同事们。小芳这边只有姑姑和弟弟专程从重庆赶来参加。婚礼上，小芳穿着林妈妈精心挑选的白色婚纱，林之命则是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，两人站在一起，真是郎才女貌，羡煞旁人。我宣布，你们正式成为夫妻。主持人话音刚落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林之命深情地吻了小芳，小芳的眼中泛着幸福的泪光。婚礼之后，小芳正式搬进了林之命在台北市区新买的公寓，那是一套90平米的两居室，装修简约大方，客厅朝南，采光极好，从落地窗望出去，还能看到远处的台北101大楼。这就是我们的家了，喜欢吗？林之命搂着小芳的肩膀问道。太喜欢了。小芳感动地点头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，还是在繁华的台北市区。婚后的生活刚开始时，简直像蜜糖一样甜。林之命每天早上起床会给小芳泡一杯热茶，晚上下班回家总会带些小芳喜欢的点心。周末两人一起逛街、看电影或者去周边旅游。林之命还经常带小芳去拜访亲友，介绍她融入台北的社交圈。小芳也在努力适应新生活。她在林之命朋友开的美甲店找到了工作，每天坐公交车去上班。台湾客人大多很有礼貌，对她的手艺也很认可。工作环境比她在重庆时轻松多了，但是随着新鲜感逐渐褪去，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。首先是语言问题，虽然台湾和大陆都说中文，但很多用词习惯不同。小芳经常闹出笑话，比如有次她在超市问店员卫生纸在哪，店员一脸茫然，后来才知道台湾人叫卫生纸为卫生棉。还有一次，她对邻居说你家小孩真可爱，结果邻居有点不高兴，原来台湾人觉得小孩这个词有点生疏，更喜欢用小朋友。更让小芳头疼的是台湾人说话的方式，大陆人习惯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而台湾人更婉转，很多话都是委婉表达，需要听者自己体会。刚开始，小芳经常误解林之命家人的意思，闹了不少笑话。小芳啊，这菜味道还可以加强一点，这是林妈妈委婉表达菜太淡了，等你有空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吧。这是林之命表达他不同意，但又不想直接拒绝。这些微妙的表达方式，小芳一开始完全听不懂，经常闹误会。好在林之命够体贴，总是及时解释，帮助他理解台湾人的沟通方式。除了语言和沟通方式的差异，生活习惯的不同也给小芳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比如垃圾分类，在台湾是非常严格的，厨余、可回收、一般垃圾必须分开，而且垃圾车有固定的时间来收，错过了就只能等下一次。刚开始小芳总是忘记，常常拎着垃圾袋在小区里转悠，找不到垃圾桶。台湾没有垃圾桶吗？小芳困惑地问林之命。林之命笑着解释，台湾推行垃圾不落地政策，垃圾要在固定时间拿出来，直接交给垃圾车，这样可以减少蟑螂和老鼠滋生。哇，那岂不是很麻烦？小芳皱眉，习惯就好了，这其实是台湾环保意识强的表现。林之命耐心地说，小芳努力适应着这些差异，但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力不从心。特别是和林家人相处时，他总觉得自己像个外来者，不懂他们的笑话，跟不上他们的话题。林之命的家人虽然表面上对小芳很好，但私底下还是有些看法。有一次，小芳无意中听到林妈妈和亲戚聊天，志明找个大陆女孩。我们一开始也有点担心，毕竟文化差异这么大。不过小芳人倒是挺勤快的，就是教育背景差了点，很多话题聊不到一块儿去。
这句话让小芳很受伤，她知道自己学历不高，但一直以为林家人不在意这些。慢慢的，小芳和林之命之间也开始出现一些摩擦。林之明工作很忙，常常加班到很晚才回家。台湾的医疗体系非常发达，牙医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错，但相应的工作压力也很大。林之命经常因为工作压力大而情绪低落，小芳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。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的压力啊？林之命有一次发脾气说，台北房价这么高，每个月的房贷就要好几万台币，我不加班怎么行？小芳委屈地说，我也在努力工作啊，而且我从来没抱怨过你加班，我只是希望你回家的时候能多陪陪我，毕竟我在台湾没什么朋友。这种情绪上的矛盾越来越多，小芳开始怀念在重庆的日子，那时虽然条件艰苦，但至少有熟悉的环境和朋友。在台北，虽然物质条件好了，但她常常感到孤独和不被理解。更让小芳困扰的是，婚后半年，林之命的妹妹突然提出要和他们同住一段时间。原来她和男友分手了，心情很糟糕，不想一个人住。林之命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完全没有征求小芳的意见。你怎么不先问问我的意见呢？小芳有些生气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她是我妹妹，现在遇到困难，我帮她不是很正常吗？林之命不解地说，可是我们刚结婚，正是需要2个人空间的时候啊。小芳据理力争，台湾重视家庭观念，家人有困难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。林之命似乎对小芳的反应很惊讶，这次争执让小芳意识到，尽管他们相爱，但在很多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上，两人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已经造成了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。小芳渐渐感到力不从心，她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太仓促地做了决定。87天就从相亲到订婚，是不是根本没给双方足够的时间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？就在小芳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婚姻时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平静。小芳怀孕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林之命激动得像个孩子，立刻打电话告诉了父母。林家人也都非常高兴，特别是林妈妈，立刻买了一堆婴儿用品和补品，还主动提出要搬来和他们同住，帮忙照顾小芳。不用了吧，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。小芳婉拒道。哎呀，你不懂，台湾这边坐月子很讲究的，一定要好好调养。林妈妈坚持道。小芳无奈，只好接受了这个安排。怀孕后，她的心情复杂极了。一方面，有了宝宝，她和林之命的关系似乎更紧密了。另一方面，林家人对她的关注和干预也越来越多，让她有些喘不过气来。台湾女性怀孕会被这么监视吗？小芳忍不住问林之命。林之命解释说，台湾确实很重视孕期和产后护理，这是关心你啊。而且台湾的生育率很低，家里有孩子是大喜事，长辈们都很重视。小芳这才明白，原来台湾社会对生育的态度和大陆也有很大不同。在台湾，因为生育率极低，每个新生命都备受珍视；而在大陆，特别是农村地区，生孩子被视为很平常的事。怀孕期间，小芳意外地发现自己和林妈妈的关系变得亲近了。林妈妈天天给她煲汤，教她各种台湾传统的孕期保健知识，还给她讲林之命小时候的趣事。慢慢的，小芳开始理解并欣赏台湾的家庭文化，也更加融入了林家这个大家庭。林之明也变得更体贴了，工作再忙也会准时回家。周末带小芳去公园散步，晚上还会给小芳的肚子讲故事。看到丈夫这一面，小芳心里的疙瘩也慢慢解开了。怀孕7个月时，小芳收到了一个惊喜。林之命瞒着她，在诊所旁边的商业街租了一个小店面，把它装修成了一家美甲沙龙。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林之命带着小芳参观店面时说，等你生完孩子，身体恢复了，可以开始自己的事业。我相信以你的手艺和热情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小芳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她突然明白，尽管他们之间有文化差异，有沟通障碍，但林之明是真心爱她的，愿意支持她的梦想和事业。谢谢你，志明。小芳抱着丈夫说，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在台湾是个局外人，但现在我知道，
只要有你在，台北就是我的家。很快，小芳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叫林小川，象征着台湾和大陆的血脉相连。孩子的到来给这个家带来了更多欢乐，也让小芳和林家人的关系更加融洽。生完孩子后，小芳开始着手准备开店的事宜，林志明全力支持她，不仅帮她处理各种繁琐的行政手续，还介绍了很多客户给她。开业当天，林家所有亲戚都来捧场，小芳的美甲店生意出奇的好，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小芳对前来祝贺的林妈妈说：“我还担心台湾客人接受不了大陆来的美甲师呢。”傻孩子，林妈妈慈爱地说：“台湾人很包容的，只要你真诚专业，大家都会支持你。而且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很多台湾人都很欣赏大陆的文化和手艺呢。”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。